这是叶家。当年叶家视我为煞星，除了爷爷，所有人都对我嫌弃谩骂。后来我因打碎传家宝，被父亲赶出家族。那段时间我流落街头，如丧家之躯。可你们不会想到，我无意间闯入修仙界，一步步成为了叶仙尊。既然我回来，那属于我的一切，我势必连本带利讨回。儿子，今天这家宴可是专门为你办的，庆祝你获得武道证书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一名真正的武者了。今天我能获得武道证书，多亏家族支持，我敬过大家一杯。是星宇哥哥，你太优秀了。星宇少爷可是天才，否则也不可能在这个年纪就获得武道证书。对，我们叶家以星宇少爷为荣。不愧是我的好儿子。叶先生，大少爷回来了。你说什么？哪个大少爷？就是曾经被您赶出家门的那位叶凌晨，我们叶家那个煞星。当年那小子出生时，叶家煞云压顶，草木皆枯。后来我们叶家一直霉运不断，要不是后来把他赶出去，我们叶家早完了。这怎么可能？那煞星不是10年前就死外面了吗？夫人，那人确实跟大少爷小时候很像。天底下长得像的人多了，谁知道他是不是哪个骗子冒充的？就是，别说是骗子，就算那煞星真回来了，我们也不认。对，我们叶家有星宇少爷就够了。爸，何不叫他进来，验验真伪？去把那人带进来。不用了。原来是个叫花子，就你这穷酸样，也敢碰瓷我叶家？来人，给这叫花子拿200块钱，赶紧把他打发走，脏死了。我回叶家是为了见我爷爷，跟你们没半点关系。想入叶家，先证明你身份。跟你们证明身份，你们也配？放肆！一个叫花子也敢在叶家撒野，对我爸不敬！这小子废了，星宇少爷已经是武者了，这一拳至少得要他半条命。谁让他闲着没事来碰瓷我叶家，活该！儿子，你怎么样？星宇哥哥，我没看错吧？星宇少爷竟然被一个叫花子扇飞了。星宇少爷不是刚获得武道证书吗？难道掺水了？这个叫花子竟敢打我！打了又如何？打了星宇哥哥还这么嚣张，今天你别想竖着离开！来人，把这叫花子给我抓起来！老爷，好消息，好消息啊！不就是星宇获得了武道证书吗？让他们举办家宴庆祝吧。不是老爷，是大少爷，大少爷回来了。你说什么？小陈回来了？是啊，老爷，大少爷就在宴厅。好，我的大孙子！老爷，您当年为了大少爷
在极南之地被寒毒侵蚀，医生说您千万不能再染风寒了。别说风寒，就算阎王今天来收我的命，我也得见到我大孙子。没什么比见我大孙子更重要。你真是那逆子！爸，你看，黑煞胎记，他真是那煞星，还真是你这煞星，刚回来就打伤你弟弟，成何体统！爸，星宇哥哥可是我们叶家的希望，今天还是他拿武道证书的好日子，就这么被这煞星毁了，您可得给星宇哥哥做主啊！你个逆子，在外面厮混了10年，一回来就动手打人，他可是你弟弟，赶紧跪下向星宇道歉！让我给他跪，他算什么东西？老公，你听听他说的，这是什么话？明明后入我们家星宇，他这分明是回来找麻烦的。爸，今天他敢打我，明天就敢毁了我们家族。岂有此理！看来这10年你缺乏管教，简直无法无天！给我把他按住，我要让他知道什么是家法！都给我住手！爸，您身体不好，不能受风寒啊。小陈，真的是你？爷爷等了你10年，就知道你还活着。爷爷，孙儿不孝，让您担心了。快起来，小陈，都怪爷爷。当年你煞病缠身，爷爷只顾着去极南之地给你寻药，不该把你丢下。爷爷，您可别被他骗了，他10年没回来，谁知道他这10年有没有干见不得光的勾当？刚才他还把星宇哥哥打吐血了呢。是啊，爸，星宇好歹是叶家未来的顶梁柱，今天还拿了武道证书，现在却被他打成重伤。要是星宇伤了根基，以后可怎么办啊？爸，您也看到了，这逆子野性难驯，一回来就搞得家里鸡犬不宁，他眼里根本没有这个家。他挨打，是他咎由自取。你还有理了？论身份，我是叶家长孙；论尊卑，他不分长幼先对我动手，我教训他天经地义。还有你们，一个继室，一个养女，有什么资格对我大呼小叫？至于你，连自己儿子都认不出来，还让我自证身份，甚至要对我用家法，真是可笑。谁允许你跟爸这么说话的？爷爷，您听听他说的，这是人话吗？他根本没把我们放在眼里。都给我闭嘴！小陈说的有错吗？他是我叶家嫡系长孙，根正苗红，轮得到你们这群人指指点点？可是爸，星宇被他打成这样，伤势不轻，你不能这么偏心。星宇不是刚拿了武道证书吗？怎么连小陈一巴掌都躲不开？技不如人，还有脸当众叫屈？爸，星宇才是叶家辛辛苦苦培养的骄傲。叶凌晨天生是煞星，您这般袒护他，叶家迟早会毁在他的手里。是啊，我们叶家绝对不能留这么一个煞星。老家主实在太偏心了，完全不顾全族安危。你们绝对不能留这么一个煞星！你们实在太偏心了，一群混账东西！爷爷，好霸道的寒毒！10年前爷爷远赴极南之地为我寻药，居然常年被极寒毒气流侵染躯体，隐忍至今从未提及。你们看，大家都看到了，这煞星一回来就把老爷子磕得吐血昏迷，他就是叶家的灾星。逆子，滚开！救护车，快叫救护车！爷爷不能出事。哎呀，来不及等救护车了，现在只有让星宇出手看看，才能救老爷子。对啊，一武不分家，如今危急时刻，只有星宇少爷能救老家主。关键时刻还得是我们星宇少爷靠谱，
叶家的希望果然名不虚传。儿子，快，赶紧上前看看你爷爷的伤势。爸，您放心，有我在，爷爷绝对不会有事。完了，爷爷早年在极南之地沾染寒毒，淤积体内多年，方才急火攻心，寒毒彻底冲破心脉，恐怕神仙难救了。什么？老家主就这么被这煞星克死了，真是叶家不幸啊！都怪你！要不是你，爷爷不可能去极南之地染上寒毒。你个煞星，我看你就是奔着毁掉我们叶家来的。要不是你突然回来，爷爷又怎么会急火攻心？滚！爷爷还没死。你干什么？爷爷心脉已断，你难道想让爷爷死不瞑目吗？你救不了，不代表我不能救。什么？他能救？开什么玩笑？他一个煞星，不害人就不错了，还想救人？你是不是疯了？连死穴都敢乱点，这哪里是救人，分明是亵渎爷爷的遗体！啊！这小子肯定疯了！叶凌晨，你爷爷待你不薄，你克死他还不够，还要亵渎他遗体，简直丧尽天良！逆子，给我滚！九转还魂印，破！醒了，老爷子醒了。刚才星宇少爷不是说老爷子神仙难救吗？这怎么可能？黑血结冰，这可是深藏心脉的寒毒，竟然被硬生生拔出来了。小陈，爷爷，我在。您体内的寒毒我已经拔出来了，不过还有残留的寒毒，回头我再帮您调理。好，好，不愧是我大孙子。今天我出归叶家，不想给爷爷找麻烦，但你们听清，我叶凌晨既然回来，曾经你们欠我和我母亲的，我会连本带利的讨回。爷爷，我带您去休息。好。我怎么感觉叶凌晨和小时候不一样啊？小时候叶凌晨煞病缠身，唯唯诺诺，可他今天的表现，着实让人陌生。你们说，老爷子会不会直接让叶灵婷当叶氏继承人？你们别胡说，叶家继承人只能是星宇哥哥。老公，你看那煞星，刚回来就把家里搞得乌烟瘴气。就是啊，爸，星宇哥哥刚才都说爷爷没救了，他随便戳两下爷爷就好了，肯定是在外面学了什么邪术。爸，我可是武者，刚才他把我震飞，根本不是正统武道，透着一股子邪气。他这次回来绝对没安好心。不管怎么说，老爷子确实醒了，但这逆子10年未归，一回来就目无尊长，实在放肆。明天就是家族的祭祖大典，要是让他在列祖列宗面前这么闹，我叶家的脸面往哪搁？对，明天祭祖会有不少宾客前来观礼，绝对不能让那煞星参加。要是他身上的煞气冲撞了祖宗，咱们叶家可就完了。爸妈说的对，祭祖大典只能由我这个未来继承人上头炷香。他一个被赶出家门的弃子，
没资格进祠堂。哼，叶家的祠堂还轮不到一个逆子撒野。明天派人把他锁在屋里，祭祖结束前，不许他踏出房门半步。爷喝水。小陈，你从小就被煞病缠身，现在怎么样了？爷爷，我这10年遇到一些机缘，煞病缠身的症状早就解了。好孩子，你比你父亲强。你父亲糊涂，当初不顾家里反对，非要娶冯艳茹过门。唉，爷爷，我母亲当年离世绝不是意外，还有我身上的煞气，也是有人刻意为之。这次我回来，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。爷爷知道你心里有怨，明天就是我叶家的祭祖大典，按照规矩，家族所有子嗣都要进入祠堂。明天你跟爷爷一起去，爷爷要在列祖列宗面前当众宣布你叶家嫡系长孙的身份，属于你的东西，爷爷必须给你拿回来。爸妈，等我上了头炷香，叶家继承人的位置可就彻底稳了。星宇哥哥本来就是我们叶家的天才，不像那煞星，只会惹是生非。听说昨天叶二少拿到了武道证书，不简单啊！可不是吗？今天这祭祖大典，看来头炷香非叶二少莫属了。吉时已到，开祠堂。感谢各位来参加我叶氏大典，现在就由我儿叶星宇敬头炷香。只要上了这头炷香，我就是名正言顺的叶家继承人。那个废物拿什么跟我争？慢着！逆子，你怎么出来的？就你派的那些土鸡瓦狗也想拦我？叶凌晨，今天是我叶家祭祖大典，你一个弃子，有什么资格来这里？就是你一身煞气，要是冲撞了列祖列宗，你担待得起吗？这就是10年前被赶出叶家的煞星，他怎么回来了？听说他一出生就煞云压顶，草枯皆枯。今天这祭祖的日子，可别给叶家招来霉运啊！我是叶家嫡长孙，祭祖大典我不来，难道让一个不知哪儿来的野种上头炷香？你敢骂我是野种？老公，你听听，这煞星简直疯了，不仅乱闯大典，还侮辱星宇，快让人把他轰走！来人，把这逆子给我拿下！我看谁敢动我大孙子！爸，这逆子来这里捣乱，我正要清理门户呢。混账！小陈是我亲自叫来的。爸，今天可是祭祖大典啊，来的都是有头有脸的宾客。叶凌晨这个煞星，要是让他参加，别人怎么看我们叶家？爷爷，我才是叶家的未来，他凭什么跟我们站在一起？就凭他是我大孙子。各位，10年前我孙儿叶凌晨流落在外，如今他平安归来。今天我在此宣布，叶凌晨是我叶家唯一的嫡长孙。今天的头炷香必须由他来上。爸，使不得呀！爷爷，星宇哥哥为了家族付出那么多，你怎么能偏袒一个煞星？叶老莫不是病糊涂了，放着好好的天才不要，非要选个煞星。爷爷，既然您非要偏袒大哥，那我让出这头炷香也无妨。只是列祖列宗在天有灵，要是大哥惹怒了仙子，那后果，大哥能承担吗？如果出了差错，可是要以死谢罪的。他敢上头炷香吗？有何不敢？妈，当年你找人在他身上施的煞咒，现在还管用吗？放心吧，他身上的煞咒这辈子都解不掉，待会儿煞咒肯定会和祠堂香火发生碰撞，等出了问题，就算老爷子也护不住他。
我在修仙界纵横千年，尽管如今修为消散，但神魂还在。仙尊神魂，连天道都要敬3分。所以，列祖列宗，别说让我拜你们了，就算上香，恐怕你们都承受不住。你们看，他连跪都不跪，这分明是大不敬！他这是在亵渎先祖！叶家这煞星疯了吧？居然在祭祖大典上如此乱来，惹怒了叶家先祖，整个叶家都得跟着他完蛋！这个逆子，我叶家要毁在他手里了！煞气，这肯定是煞星发作了！先祖发怒了！逆子，你看看你干的好事！老爷子，您看看，这小煞星毁了叶家气运，难道您还要偏袒他吗？牌位震动，金光普照，这是古籍中记载的异象啊！天命人，这是我叶家祖训中说的天命人降世啊！只有血脉纯正，能带领家族走向巅峰的天命人，才能引起列祖列宗的共鸣。宗显灵，天命人，这怎么可能？他明明是个煞星，不可能，这肯定是邪术！假象，都是假象！我才是叶家天才，他算个什么东西？奇观，真是天大奇观啊！恭喜叶老，叶家出了个真龙啊！如此天命人，叶家10年内必将扶摇直上，问鼎南省。好，列祖列宗显灵了！各位，今日有先祖见证，我叶振华正式宣布，从今天起，叶氏长孙叶凌晨就是我叶家唯一继承人。我不同意！老爷子，刚才那些肯定是假的。当年他出生时，煞云压地，草木皆枯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他是煞星，今天这异象，绝对是他在外面学来的江湖邪术。星宇少爷说的也有道理，当年叶凌晨的确害得我们叶家霉运连连，那煞气我们可是亲身经历的。是啊，煞星怎么会突然变成天命人？这转折也太诡异了，莫非真是邪术？这年头江湖邪术确实多。爸，这逆子离家10年，谁知道在外面沾染了什么见不得光的手段？今天的事儿太过蹊跷，您这么草率就让他当继承人，难以服众啊！混账！险族牌位震动，岂是江湖邪术能做到的？老爷子，就算抛开刚才的事儿不说，可叶家继承人，那必须是能带领叶家走向辉煌的人，得对叶家有巨大贡献才行。他一个消失了10年的弃子，一回来就想摘桃，什么都没为叶家做过，凭什么让他当继承人？没错，要说对家族贡献，星宇哥哥才当之无愧。最近星宇哥哥为了我们叶家，一直在跟玲珑商会谈龙安矿山项目，而且已经谈成了。青言，你说什么？玲珑商会？玲珑商会，那可是咱们南省第1商会啊！据说会长来自上京世家，十分神秘。龙湾矿山项目价值1000亿，如果真能拿下，我们叶家就不只是豪门了，绝对能一跃成为南省顶尖权贵。叶二少居然能跟玲珑商会谈成龙湾矿山项目，这能力不一般啊！本来我想等祭祀大典结束，再给家族一个惊喜，但现在看来，有人想靠着江湖邪术骗取我叶家基业。为了保住叶家，我今天只能把这项目拿下。好儿子，不愧是我叶红的种。爸，您听见了吗？星宇要是能拿下龙湾矿山项目，那就是叶家的大功臣，继承人的位置非他莫属。就是，玲珑商会的副会长霍万山，那也算手眼通天的大人物。如今星宇能得到霍副会长的赏识，这才是真正的天命所归。没错，真金白银的1000亿项目，可比虚无缥缈的意象实在多了。星宇少爷如果真能拿下项目合同，叶家继承人，我们只认他。玲珑商会的门槛极高，
龙碗矿山的项目合同，你确定有把握？爷爷放心，我跟玲珑商会的霍副会长都谈妥了。既然都谈妥了，那合同呢？你少质疑我，项目合同我随时都能签。那如果龙安矿山的合同被我拿到了呢？笑死我了！就你还想拿到龙王矿山的合同？你以为玲珑商会是垃圾站啊？就是，估计你连玲珑商会的大门朝哪儿开都不知道吧？逆子，少在这信口雌黄，丢人现眼！吹牛谁不会？既然你这么自信，不如跟我打个赌。怎么赌？就赌今天谁能把龙安矿山的合同带回来，谁就是叶家名正言顺的继承人。放肆！小陈刚回来，哪会认识玲珑商会的人？这赌注……这赌注我接了。好，在场所有人都做个见证，这可是他自己答应的。小陈，你放心吧，爷爷，我有分寸。好家伙，他真敢接啊！这不纯找刺激吗？他在外漂泊10年，一没人脉，二没资源，拿什么跟叶二少争啊？蠢货！霍万山对我极为赏识，等合同到手，看你还怎么跟我嚣张。儿子，既然赌约成立了，那你赶紧去吧。对。别耽误大家时间。你们放心，最多2个小时，我就能把合同带回来。星宇哥哥，我跟你一起去吧。好，反正我跟霍副会长也是自己人，就当带你去那边玩了。爷爷，等我回来。小陈，要不要我派人跟你一起去？不用，爷爷您安心等着就行。来人，备车。玲珑商会，当年我闯进修仙界，于微末中崛起，人人都敬我为叶仙尊，但更多人叫我叶老魔。若玲珑商会识趣还好，若不识趣，这是青花蛊。这种蛊手法，跟我当年体内的煞蛊如出一辙。救我！算你命大遇到我，换做其他人，就算想救也救不了。你居然能缓解我的症状？暂时缓解而已，终究治标不治本。若想彻底根除，可来叶家找我。哎，苏总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
刚才救我的人看到了吗？看到了，好像是叶家大少爷叶凌晨。叶凌晨，就是那个流落在外的煞星。是的，苏总，今天叶家祭祖大典，这位叶家大少震动了祠堂，甚至还和叶二少立下了赌约。什么赌约？谁能拿下咱们商会的龙安矿山合同，谁就是叶家继承人。有意思。叶老弟，恭喜啊！听说你昨天拿到了武道证书，年纪轻轻就成了武者，未来不可限量啊！霍会长过奖了，小弟这点成就哪能跟您比？以后还得多仰仗您才行。哼，好说。目前我正在招收武者，叶老弟有没有兴趣跟着我做事？当然可以，能跟着霍会长是我的荣幸。好，有叶老弟你这位天才武者加入，我们肯定能做大做强。星宇哥哥真厉害，居然能让霍会长这么赏识。霍会长，其实我这次来是为了正式跟您签下龙湾矿山的项目合同。是啊，霍副会长，星宇哥哥为了这项目可是准备了好久。叶老弟啊，龙湾矿山可是1000亿级别的肥肉，直接给你们叶家，我这边的压力太大了。霍会长放心，规矩我懂。按我们之前谈好的，项目利润我只要30%，剩下70%全都给您宋总安。叶老弟的项目方案确实不错。霍会长，那合同的事……放心，待会儿我就向会长请示，走个流程。你们先回去等着，今天日落之前，我一定派人把合同送到叶家。那就多谢霍老哥了。太好了，星宇哥哥，这下看那煞星怎么跟你斗。星宇哥哥，你刚才也太帅了，3言2语就把项目谈下来了。等合同送到，看爷爷还怎么偏袒那个煞星。哼，那家伙消失10年，现在居然跑回来跟我抢继承人的位置，简直白日做梦。切，堂堂叶家大少，靠2条腿走过来，真是丢人。你来晚了，龙湾矿山的合同，霍副会长已经答应给我了。你现在就算跪在地上求人家，霍副会长也不会多看你一眼，是吗？一份口头承诺而已，你们有什么好得意的？死鸭子嘴硬！霍副会长正在走流程，日落前就会把合同送到叶家，你输定了！叶凌晨，我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！保安，快把这煞星轰出去，可别脏了玲珑商会的地盘！让开！哪儿来的叫花子？玲珑商会不是你想进就能进的，赶紧滚！叶凌晨，你以为玲珑商会是菜市场啊？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是什么货色。就是，你连玲珑商会的门槛都跨不过去，还敢跟星宇哥哥争合同，真是丢人现眼。聒噪！这家伙怎么这么厉害？邪术，肯定又是邪术。对，他从小煞气就重，正常人哪有跺跺脚就把人震飞的？叶凌晨，玲珑相会可不是你撒野的地方，赶紧出来！青言，你追他干什么？星宇哥哥，你看他那架势，分明是要硬抢合同。万一他惹怒了玲珑商会，我们整个叶家也会被牵连进去。青言，不用管他，
我们现在就回去，把他大闹玲珑商会的事告诉爷爷，让爷爷直接宣布把他赶出家族。到时他都不属于叶家了，再怎么招惹玲珑商会，那也是他自己的事，跟我们叶家可没半点关系。对啊，还是星宇哥哥你有办法。我先给霍会长打个招呼，免得误会。喂，霍会长，有件事我得跟您通个气儿。什么人，胆敢硬闯玲珑商会？你们还不配当我路，让你们会长出来。哪个不长眼的，敢在我玲珑商会大放厥词？你就是叶家那个煞星？你是霍婉山？没错，刚才叶老弟给我打电话，让我不用对你客气，所以我给你2个选择：一，自废双手滚出商会；二，我让人断你4肢，把你扔出去。我也给你2个选择：一，交出矿山合同；二，我让你消失。小子，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就怪不得我了。好好教这小子怎么做人。是。住手！会长，您怎么来了？不是身体抱恙在休养吗？你是玲珑商会会长。叶先生，感谢你在路上出手相救。既然你是玲珑商会会长，那就好办。叶先生是来谈龙湾矿山合作的。会长，这小子可是叶家煞星，而且他刚才打伤了门口保安，分明就是来咱们商会闹事的。龙湾矿山可是价值1000亿的大项目，如果交给他这种浑身煞气之人，咱们商会非赔个底朝天不可。我来这里不是跟你们商量的，是通知。会长，你听听，这小子简直太狂妄了，在咱们玲珑商会的地盘，他居然还敢威胁您！你体内的情煞已深入骨髓，除了我，无人能治。他竟然能看出我中了情煞。叶先生，救命之恩，我苏芷嫣可以用其他方式报答，但龙湾矿山是商会的核心项目，你得拿出开发方案和运营资质才行。会长说的对，做生意讲究的是实力。会长，刚才叶家2少叶星宇已经带着方案来过了。叶星宇年纪轻轻就获得了武道证书，潜力无限，而且他带来的方案十分详尽，利润分析更是滴水不漏。把项目给叶星宇那种天才才是强强联合，给这煞星除了招灾惹祸，还能有什么用？方案，我确实没有。会长，您听到了吧？他连方案都没有，摆明了是来空手套白狼的。但我可以保证，如果把合同给叶星宇，不仅这个项目会彻底废掉，你们玲珑商会也将成为整个南省的笑柄。一派胡言！你一个即将被叶家扫地出门的煞星，懂什么项目？我不懂项目，但我懂相术。你印堂发黑，贪狼心动，眉眼间尽是贪婪的死气。如果我没猜错，叶星宇给你的方案里，利润有1大半会进入你霍元山的私人腰包吧？你血口喷人！会长，您别听这个煞星胡说八道，我对商会忠心耿耿，怎么可能吃这种回扣？你紧张什么？我查一下。是。
苏总，查到了，这段时间叶星宇确实没少给霍曼山打钱，而且根据商会的录音，他俩确实达成了利润37分账的合作。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事已至此，我也懒得继续在你面前摇尾巴了。你这是要造反？苏芷嫣，你以为我这些年在商会只会任你差遣？看到没，他们可都是我培养出来的心腹。今天你若识趣，就乖乖交出商会股份，否则怎样？否则你长这么漂亮，老子早就想尝尝什么滋味了。我有的是办法让你把股份交出来。你他妈笑什么？刚才老子说过，会断你4肢，说到做到。哦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说到做到。操！死到临头还敢嚣张，都给我上，把这小子废了，再把苏知远这娘们绑起来。蝼蚁而已。叶先生，我错了，是我有眼无珠。叶少，饶命！叶先生，你又帮了我一次。这周围至少有10几个武者气息，就算没有我，他们也能护你。如果霍万山能这么轻易撼动你的地位，那你这个会长也不用当了。叶先生非凡，只因心服口服。立刻去准备龙湾矿山最高级别的合同。从今天起，龙湾矿山无条件交给叶先生开发。是。叶先生不妨去里面坐坐，合同稍后就好。不必了，我爷爷还在家等我，回头你把合同送到叶家便是。龙湾矿山的合同，我不白拿。日后弟会送你一场造化。我信叶先生，不过叶先生，我体内的情煞，等我处理完叶家事宜，自会为你驱除。什么？小陈他硬闯玲珑商会？是啊，爷爷。完了，全完了！那煞星是要害死我们叶家呀！果然是个煞星，亏我们还傻乎乎把他当天命人。叶家这回算是踢到铁板了，看来以后得跟叶家保持距离了。可不是嘛，惹谁不好，非惹玲珑商会。你俩怎么不拦着那逆子，就由着他乱来？爸，不是我们不拦，是根本拦不住啊！这煞星简直丧心病狂，他自己想死就算了，还非得拖着我们给他陪葬。逆子，真是逆子！我叶红怎么会生出这么个畜生？爸，你去干什么？我救小陈，就算豁出去这条老命，我也不能让小陈有事。爷爷，不用去了。小陈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伤到哪里？爷爷，您不用担心，我没事。怎么可能？霍云山手下那么多高手，居然没把这煞顶打残。
你很希望我被打残？我知道了，肯定是你在玲珑商会晃悠了一圈，见势不妙，就夹着尾巴跑回来了。对呀，我就说玲珑商会怎么会放过他，肯定是被吓回来的。切，我还以为多大本事呢，原来是个缩头乌龟。逆子，你闯下滔天大祸，还有脸回来？爷爷，虽然他跑回来了，但玲珑商会肯定不会善罢甘休，您快把他赶出家族，免得连累我们大家。是啊，爷爷，星宇哥哥已经拿下矿山合同了。按照之前的赌约，星宇哥哥是叶家继承人，而他只是会惹祸的煞星。对，快把他赶出去吧！我们叶家可不敢留这种只会惹祸的煞星。住口！现在还没见到合同，谁输谁赢尚未可知。小陈，你去玲珑商会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爷爷，龙湾矿山的合同我已经拿到了。叶凌晨，你是不是被吓傻了？连黄副会长都没见到，你也好意思说拿下了合同？霍万山，他算什么东西？这煞星居然敢当众辱骂霍副会长，岂有此理！这分明是在给我们叶家招灾。这小子真是狂妄，居然能霍副会长都不放在眼里。逆子，少在这里胡言乱语，赶紧退下！装什么装？拿到矿山合同的明明是我儿子。就是，霍副会长可是亲口答应会把合同送到叶家，你再怎么装也没用。这难道是玲珑商会的车队？这位好像是玲珑商会的首席助理。看这制服，级别不低啊！叶二少真是太有面了。哎呀，老公，你看，真的是来送合同的。好，太好了，星宇，真没想到霍副会长对你如此器重，居然派专人把合同送到咱们叶家。那当然，星宇哥哥跟霍副会长可熟了。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我的合同到了。你确定是来给你送合同的？不是给我送，难道是给你送？就是，装什么大尾巴狼？你就是在嫉妒星宇哥哥。算了，懒得搭理他，赶紧签完合同，看他还怎么嘴硬。辛苦了，帮我谢谢霍副会长。说好日落前送到，没想到这么快就派你过来了。你是谁？我是叶星宇啊，经常在霍副会长办公室喝茶。这份龙湾矿山的合同就是霍老哥给我的。什么阿猫阿狗，也配拿我玲珑商会的顶级项目？你干什么？这合同明明是霍会长给我的。哼！叶先生，这是我们龙湾矿山的开发合同，我们会长吩咐了，开发权无条件由叶家负责，利润7-3分，叶家7，我们3。多谢。叶先生客气了，能为您效劳是玲珑商会的荣幸。如果没别的吩咐，我们就先告辞了。我没听错吧？玲珑商会居然把合同给了叶凌晨，而且3-7分账。玲珑商会3，叶家7，这哪是合作，分明是送钱啊！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合同怎么会给这煞星？不是星宇哥哥的吗？假的，这合同绝对是假的，肯定是你找的演员来骗我们的。放肆！玲珑商会的首席助理岂能有假？爷爷，您等一下，我这就给霍会长打电话证实。喂，霍会长，刚才有人来送合同，结果给了叶凌晨，您看是不是弄错了？你他妈招惹不该惹的人，还拉老子下水，老子差点被你害死！再敢给我打电话，我他妈弄死你！我还以为叶二少多厉害呢，搞了半天就这啊！所谓叶家天才，原来只是个跳梁小丑。闭嘴！都闭嘴！这肯定是他搞的鬼，是他陷害我儿子。够了！今日胜负已分，我在此正式宣布，从今往后，叶凌晨就是叶家唯一继承人，即日起继任叶氏集团总裁职位。妈的，
那煞星怎么就拿到了玲珑商会的合同？儿子，你冷静点。我怎么冷静？他一个离家10年的妻子，凭什么踩在我头上出风头？哼，玲珑商会肯定是被那煞星骗了。他一个流落在外的废物，能有什么真本事？现在怎么办？难道就眼睁睁看着他接手集团？我不甘心！别慌，他今天爬得有多高，咱就让他摔得有多惨。妈，你有办法？那煞星后天就要正式继任公司，还要跟玲珑商会一起召开项目发布会。如果当天出点什么意外，你猜他会是什么下场？出意外？对，你别忘了，妈可是跟阎罗堂打过交道。阎罗堂，那可是南省第一组织。妈，我记得你当年给他种煞蛊，就是通过的阎罗堂。没错，阎罗堂的阎九爷实力强悍，而且他还供奉着一位奇人大师，有阎罗堂帮助，我们还怕对付不了那煞星？太好了，只要那天出点意外，玲珑商会绝对绕不了他。千亿项目搞砸，就算爷爷都护不住他。我这就给九爷打电话。喂，九爷，有事我得跟你说下。当年您让我种下煞蛊那小子回来了。种下煞蛊？谁？就是叶家那弃仔叶凌晨啊！什么？那小子居然没死？是啊，九爷，他不仅没死，还拿下了龙湾矿山项目，抢了我儿子继承人的位置。后天他就要继任公司了，还要召开项目发布会，所以我想请九爷帮忙。有意思，中了煞蛊还能活到现在。九爷，您打算怎么对付那小子？不就是龙湾矿山吗？回头我让那矿山变成煞矿。叶先生，你怎么大晚上来了？今日拿了你的矿山合同，答应帮你驱除情花蛊，自然不会食言。叶先生如此信守承诺，只言感激不尽。坐到床上去。啊？这就开始吗？没有前戏什么的？不用。那好吧。用脱衣服吗？你想多了。好热。忍住，情花蛊正沿着你的经脉游走，我现在要将它逼出来。破！情花蛊已拔除，不过你体内还有一些情煞残留，一次清不干净。以后我每隔3日再为你驱除一次。多谢叶先生。另外提醒你，这情花蛊明显是有人故意种在你体内的，对方不是想要你的命，而是要把你炼成情欲傀儡。什么？一旦身中情花蛊，只需749日，体内的情煞就会彻底爆发，到那时，你就会沦为下蛊之人的玩物。到底是谁要这样害我？无论是谁，如果不揪出对方，哪怕这次我帮你驱除情花蛊，可能还有一次。叶先生，你能帮我查出这个人吗？我试试吧。情花蛊的手法和我当年体内的煞蛊同宗同源，当年我体内的煞蛊很有可能跟冯彦思有关，可惜我现在无法动用搜魂术，那么只能引蛇出洞了。叶先生救命之恩，直言没齿难忘。叶先生，天色这么晚了，不如今晚就别回去了。不用了，我爷爷还在等我回去。是我苏子嫣不够有魅力，还是你不行啊？这怎么可能？苏之言体内的情花蛊居然被人破了！左大师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有人破了我的煞蛊，还让遭到反噬。你立刻去查查玲珑商会的苏芷嫣，看怎么回事。梁少还等着收网呢。好，左大师，我这就派人去。对了，左大师，还有件事，当年您种下煞蛊的叶家小子，最近回到了叶家。什么？那小子还活着？不仅活着回来了，甚至玲珑商会还跟合作了龙湾矿山项目，后天就要召开发布会了。左大师，
您说苏芷嫣的秦华谷被破，会不会跟那小子有关？不管是不是那小子，他都不能活。也罢，既然他和玲珑商会合作矿山项目，那就利用这项目探探那小子的底。有人在这玄阴聚煞旗上滴上血，然后埋进龙湾矿山，不出一夜，那里就会变成煞矿。我倒要看看那小子能不能破我这招。我这就去安排。儿子，你看，九爷给的这些小旗，简直太神了。而且九爷很大方，让我对玄阴聚煞旗滴血认主，以后这就是我的法器了。我看叶凌晨还怎么跟我斗。起开，这是我的位置。你这人怎么一点规矩都不懂？离家10年，连自己该坐哪儿都忘了吗？还不赶紧起来！规矩，叶家的规矩，难道是次孙坐在长孙上面？况且我现在还是叶家继承人。你少拿继承人的身份压我！这位置我坐了10年，凭什么被你霸占？大清早的，吵吵闹闹，成何体统？爷爷，您看他一来就抢星宇哥哥的位置。小陈现在是叶家继承人，坐那个位置理所应当。怎么，对我的安排有意见？没有。既然没有，就坐下吃饭。还有，小陈刚回来，你们要有眼力劲儿。青岩，去给你大哥倒杯牛奶。爷爷，您让我伺候他。怎么了？喝吧，小心噎死你。小陈，今天你正式继任公司，也是龙湾矿山项目的联合发布会。怎么样，都准备好了吗？爷爷，都准备好了。我叶家经营玉石生意已有100年，而龙邦矿山这个项目在南省备受瞩目，无论各大媒体还是玉石界的名流都会到场。所以今天的发布会对我们叶家以后的发展至关重要。爷爷放心，我不会让您失望的。切，说的好听，别到时出了岔子，让我们叶家下不来台。爸，凌晨他连 PPT 都看不懂，万一在媒体和各界名贵面前出了洋相，我们叶家可真就成南省笑话了。要我说，不如让星宇先负责矿山项目。星宇毕竟在公司调练了很多年，而且还是武者，有他负责，矿山项目肯定会十分顺利。是啊，爸，我们可都是为了叶家好。都闭嘴！合同是小陈拿下的，这个项目必须由他负责。老东西，等发布会上煞气冲天，看你怎么收场。您说这叶家是不是疯了？龙湾矿山可是千亿级的项目，居然交给一个离家10年的弃子手里。听说这叶凌晨连个正经学历都没有。龙湾的料子稀缺珍贵，可今天这发布会，叶家居然让那叶凌晨现场解释。玉石这行水深得很，估计玲珑商会和叶家要栽大跟头了。妈，九爷那边怎么样了？今天这发布会可是我们翻身的机会啊！放心吧，我问过九爷了，龙湾矿山昨天就变成死矿。死矿？没错，待会儿运到现场的矿石全是充满煞气的废料，一旦煞气外散，看那小畜生怎么收场。看，玲珑商会的苏会长来了。叶老，叶先生，我没来晚吧？不晚不晚，苏会长能亲临现场，老朽荣幸之至。苏会长，听说您将龙湾项目无条交给了叶家大少，请问这是真的吗？苏会长，叶凌晨在外漂泊10年，毫无商业经验，您把这么重要的项目交给他，是不是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隐情？各位媒体朋友，其实我们也很担心啊。凌晨他从小就命格带煞，什么都不懂。
我也怕他把苏会长的项目给搞砸了。苏会长，我大哥他连玉石的品种都认不全，怎么能担起这种重任？为了玲珑商务会的利益，我劝你还是慎重考虑，换个人负责吧。苏小姐，他们说的在理。我身为玉石协会会长，实在不忍心看这1000亿项目毁在一个外行人手里。我玲珑商会做事，什么时候轮到别人来指手画脚了？关于朗湾矿山项目，我只认叶凌晨叶先生。如果有人再敢质疑叶先生，就是和我玲珑商退过不去。妈，这苏芷嫣是不是中邪了？怎么这么维护那煞星？哼，待会儿出了岔子，有他哭的时候。对，好戏还在后头。各位，现在我正式宣布，我叶家长孙叶凌晨正式继任叶氏集团，并全权负责陇湾矿山项目。今日，我将以叶氏继承人的身份，给诸位展示龙湾矿石。推上来。怎么突然这么冷？我也是，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怎么回事？我们也不知道。一靠近这些矿石，就感觉冷得不行。煞矿，有人用玄阴之术对矿山动了手脚，看来蛇出洞了。哎呦，怎么阴森森的？这矿石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？就是。这哪是什么玉矿，简直像从坟里挖出来的东西。龙湾矿山的玉石都是真品，怎么可能会有问题？你们别在这里乱说话。爷爷，矿山可能没问题，但负责人就不一定。这大厅里的阴冷之气，跟他小时候发病时身上的煞气简直一模一样。这是什么？煞气，真的是煞气！太可怕了！这哪是玉石，分明是催命符啊！看，我早说他命中带煞。瞧瞧，刚接手陇湾矿山，就把矿山染成煞矿了。逆子，看你干的好事！爸，您看看，我之前就说别让这逆子负责矿山项目，您偏不听。现在当着南省这么媒体和名流的面，我们叶家真要被他毁了！1000亿级别的项目，好好的一个珍贵矿山，居然这么毁于一天物！爷爷，您不用去。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这些矿石只是被人动过手脚，染上了一层煞气而已，直接抹烧掉就是了。多大点事？小陈，你意思是，你能抹除掉这矿石上的煞气？胡说！我在玉石界摸爬滚打几十年，也曾见过染煞的古玉，但想要驱除煞气，除非是修为高深的大师开坛做法7期49天才行。而在驱煞的过程中，稍有不慎，还有可能被煞气反噬。就是，叶家这小子吹牛不打草稿。李会长可是玉石界的泰斗，他说去除不了，那整个龙湾矿山都没救了。苏长，这次你真是看错人了，把项目交给这煞星，玲珑商会迟早被他拖垮。我信叶先生。叶凌晨，我劝你赶紧当众承认错误，免得连累我们整个叶家。有些人在暗地里动手脚，自以为天衣无缝。可这区区几道玄阴煞气，我抬手可灭。住手！你干什么？我刚说了，驱除煞气极度危险，你被煞气侵蚀不要紧，但如果煞气扩散，连累大家怎么办？
你做不到，不代表我做不到。现在的年轻人真是狂妄！你要是真能去除这些煞气，以后在南省玉石界，我以你为尊。看好了，蠢货，让这被煞气侵蚀吗？给我散！现在，谁还说狼湾矿山废了？神迹，这简直是神迹呀！不可能，那么多煞气，他怎么可能一抬手就弄没了？那可是九爷给的玄阴巨煞，这煞星怎么可能说破就破？儿子，你怎么了？星宇，怎么回事？星宇哥哥，好好的，你怎么吐血了？快叫医生！不用叫医生了，他这是玩火自焚，被煞气反噬了。煞气反噬？难道说刚才这矿石上的煞气是叶二少搞的鬼？为了跟自己大哥争权夺利，居然不惜毁掉千亿矿山，这也太歹毒了！星宇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星宇哥哥，你不会真用了阴毒手段吧？爸，你们别听他胡说，我没有，是他血口喷人，我这是最近为了家族业务太过劳累导致的。劳累到吐黑血，你这借口倒是清奇。你多行不业必自毙，你做了什么，自己心里清楚。叶先生，刚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从今往后，南省玉石界为叶先生马首是瞻。好，哈哈哈哈哈！不愧是我叶振华的大孙子，假的，这绝对是障眼法，你们别被他骗了。放肆！老朽玩了一辈子玉石，是不是障眼法我会看不出来？这矿石上的煞气已经荡然无存，干净的不能再干净。就算煞气没了又怎样？刚才煞气那么重，谁知道这破石头里面的玉肉有没有被煞气腐蚀？是啊，龙湾矿山出的是废石还是美玉，还得看解石。这要是切出一堆废料，1000亿项目照样是闹剧。你俩可真有意思，3番5次盼着自家项目出问题。没关系，不就是想看解石吗？我成全。叶先生，解石需要专业的切割机，我这就让人把机器抬上来，亲自为您解石。不用那么麻烦，区区几块石头，何须机器？他疯了吧？用手指切石头？手刀断石，虽然武者可以做到，但这样贸然切，非得把玉石切毁不可。这些玉石绿意透骨，晶莹剔透，居然全都是极品帝王绿。不对，这块比帝王绿还要纯粹，这是龙石种。这也太不可思议了！随手一切全是帝王绿，居然还有一块龙石种。我承认我刚才说话太大声了，这位叶大少简直是天才，叶家这下要一飞冲天了。煞气反噬，好戏才刚开始。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，
那可是左大师亲手炼制的玄阴聚煞旗，就这么被那小子给毁了，你们还有脸跑来求救？九爷，这不能怪我们啊！谁知道那煞星10年不见，现在居然那么邪门，一抬手就把煞气弄没了。九爷，救救我，我还不想死。被玄阴杀气反噬，神仙难救。九爷，求你大发慈悲，让我们见见左大师吧，他一定有办法救我儿子。我可以带你们去见左大师，但左大师救不救，我可不敢保证。多谢九爷，多谢九爷。左大师，玄阴聚煞旗被破，我也遭了反噬。那小子不简单。左大师，求您救救儿子吧！只要您能救他，我什么条件都答应您。救他可以，这枚血丹不仅能清除你儿子体内的煞气，还能让他的武道修为突飞猛进。多谢左大师，多谢左大师！这血丹可不是白吃的，强行提升修为，必然透支生命。我突破在即，无暇亲自对付叶凌晨。你服下血丹，听命阎罗堂除掉叶凌晨，才可活命。我吃，只要能把他踩在脚下，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力量，好强大的力量！叶凌晨，我发誓，以后绝不会再输给你。小陈啊，今天发布会上你那空手断石的本事，真是让爷爷大开眼界。我叶家100年基业交到你手里，爷爷就算死也瞑目了。是啊，大少爷就那么一挥手，煞气就都散了，连李会长都给跪了。之前是我们错怪大少爷了，现在看来，少爷真有可能是我们叶家的天命人。小陈啊，今天你做的不错。既然玲珑商会这么看重你，那矿山的项目，你看能不能给你妹妹安排个重要职位？一家人嘛，多照应照应。是啊，大哥，我以前不懂事，以后我肯定好好帮你打理项目。一家人，你们确定？你这叫什么话？我是你父亲，打断骨头，连着筋，你身上流的是我的血。父亲，你现在想起是我父亲了？我从小煞病缠身，你没有关心就算了，反而还各种嫌弃。那时你怎么不说是我父亲？我那是恨铁不成钢。恨铁不成钢？当年我被赶出家族，流落街头时，你怎么不说是我父亲？10年了，我好不容易回来，你一口一个逆继室，怎么不说是我父亲？你这个大逆不道的东西，敢这么跟我说话？叶凌晨，爸养你这么大容易吗？你怎么一点孝心都没有？真是个冷血动物！你一个养女，也配来教训我？吵什么吵？大老远就听见你在家里耀武扬威。老公，你别生气，气坏了身子不值当。你看他刚有点成绩就目中无人，连你这个父亲都不放在眼里，简直是反了天了。爸再怎么说也是长辈，你就算现在手握矿山项目，也不能这么放肆。星宇，你没事了吧？爸，我好得很。够了！小陈刚才说的哪一句不是实话？这些年他受的委屈还少吗？你们不仅不反思，还跑来指责他。还有你，我倒想问问，今天发布会上的煞矿
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煞气一散，你就像遭到反噬一样吐血？爸，您可不能冤枉好人啊！星宇可是您亲孙子，怎么会做出那种毁坏叶家根基的事儿？爷爷，我吐血真的只是因为最近太累了，再加上今天大起大落，气急攻心才。是啊，爷爷，星宇哥哥一直对家族尽心尽力，怎么会去搞什么煞矿？那可是千亿项目啊，毁了对星宇哥哥有什么好处？哼，最好不是你们干的。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，如果让我查出你们对叶家或者小陈有半点不利，可别怪我不客气。爷爷，您怎么能这么偏心？我为了家族，连命都可以不要。而且，我今天不仅没有搞破坏，反而还遇到了一场奇遇。奇遇？没错，我今天因祸得福，武道修为已经突破到上品武者了。天哪，这气势真的是上品武者！天哪，星宇少爷，这也太逆天了吧！有上品武者坐镇，我们叶家以后在南省至少能排前10。星宇少爷，恭喜呀！星宇，你真的突破到上品武者了！哇，星宇哥哥你太厉害了！上品武者放在整个南省都是佼佼者。星宇哥哥简直是绝世天才！你前几天才刚刚拿到武道证书，怎么可能今天就跳到了上品武者？这不合常理。爷爷，其实我在拿到证书之前就已经是中品武者了，只不过一直在隐藏实力。今天我在发布会上吐血，根本不是什么煞气反噬，而是突破上品武者前的征兆。后来我去医院，无意间打通了任督二脉，这才一举突破。星宇少爷真是奇才啊！前有大少爷拿下矿山项目，后有星宇少爷突破上品武者，我们叶家的辉煌要来了！大哥，你虽然懂点切石头的把戏，但很多时候拳头大才是重道理。强行提升的虚腐修为，也好意思拿出来卖呢？你少在那儿酸了！我看你就是嫉妒星宇哥哥。你弟弟突破了上品武者，这是光耀门楣的大好事。你作为大哥，不仅不替他高兴，还在这里说风凉话，心胸怎么如此狭隘？行了，都别吵了。既然你突破了上品武者，那是你的造化。以后你好好为家族做事，保护叶家。但是你给我听清楚，无论如何，你都不能打继承人的主意。叶家继承人只能是小陈。是爷爷，我一定会好好辅佐大哥。妈的，我都突破上品武者了，爷爷居然还护着那煞星！儿子，你急什么？说白了，我们就是没压得住你爷爷的靠山而已。那还能怎么办？爷爷是叶家掌舵人，而且叶凌晨和苏芷嫣好像还有一腿，我们拿什么压？既然没有靠山，那咱们就找一个比苏芷嫣还强的靠山。找靠山？怎么找？刚才九爷那边传来消息，3天后就是秦老爷子的寿宴。秦老爷子，就是那位来自上京，在南省颐养天年的秦耀天，秦老爷子。儿子，我跟你说，秦老德高望重，别说南省，就算在上京，那也是豪门贵族都要敬仰的大人物。而且我听说，秦老爷子有个孙女酷爱武道，
这次秦老爷子大办寿宴，就是想趁此机会为他孙女择一良婿。妈，您的意思是？没错，如果你能拿下秦老爷子的孙女，成为他的孙女婿，到时候别说在叶家，就算在整个南省，你都能横着走。叶凌晨那小畜生拿什么跟你比？可是妈，秦老爷子既然在寿宴上为他孙女择婿，竞争肯定很激烈。儿子，你现在可是上品武者啊！秦老他孙女酷爱武道，这不更好对上他的胃口？对啊，我这上品武者的实力，放眼整个南省年轻一辈，绝对是凤毛麟角。明天我再跟九爷商量商量，让他帮忙给秦老爷子准备一份惊世骇俗的寿礼。实在不行，再让左大师动用一下手段。无论如何，也得保证你拿下秦家那妮子。好，那就等3天后，我要在秦老爷子的寿宴上风风光光成为秦傲天的孙女婿。小陈，叶星宇今天突破到上品武者之时，你怎么看？无所谓，跳梁小丑罢了，翻不起什么大浪。小陈，冯彦如和叶星宇这些年在家族根深蒂固，人心被他们拉拢了不少，很难缠。而且星宇现在突然成了上品武者，我这心里总是有些担心。爷爷，有我在，叶家塌不下来。小陈，你记住，真正强大的从来都不是经商家族，而是那些底蕴深厚的武道世家。你以后想真正在南省立足，就得找个强大的武道靠山才行。靠山？我堂堂叶仙尊，居然还要找靠山？3天后是秦老爷子的寿宴，我已经备好了重礼，到时候带你一起去参加。哪个秦老？就是从上京隐退下来的那位，他有个孙女，也是个武道中人。秦老这次办寿宴，想为他孙女择一良婿。虽然我们希望渺茫，但爷爷还是希望你能去争取一下。爷爷，我都单身1000年，不是，我的意思是我还小呢。小什么小？都20多的大小伙子了，别人家这个年纪，孩子都会打酱油了。爷爷，我真不需要什么靠山。你如果真能被秦小姐看中，爷爷这心里的疙瘩才算真正落下了。而且你身为叶家唯一继承人，为叶家延续香火也得提上日程。爷爷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3天后，你必须跟我去秦家。筑基修为，足够我救出冯彦如背后之人了。当年的账，也该好好算算了。叶先生，你是不是把纸烟给忘了？怎么？你不是说每隔3日为我拔出一次情煞吗？我可是等了你1天，你要是再不来，我体内残留的煞气又要发作了。最近事情有点多，我这就过去。是叶先生吗？嗯。你先随便坐，我洗完澡马上出来。芷妍姐姐，热死我了！刚打完拳，浑身都是汗，我得和你一块洗澡。是你自己跑进来脱衣服的，不过我什么都没看见。小贼，敢跑到芷妍姐姐家里偷窥，看我弄不弄你就完了！居然还是个武者，他居然能轻易接受我的攻击！放手！你这死变态！脾气倒是不小。王八蛋，快放开我，否则我养你好看！就你这3脚猫功夫，再练10年也不行。
们这是……芷妍姐姐，快报警！家里进了贼，不仅偷看你洗澡，还非礼我。苏小姐，你这朋友脑子好像不太好使。芷妍姐姐，你别过去，他很危险。好啦，以沫，别闹了，这是个误会。误会？这位就是我跟你说的叶凌晨，叶先生。今天是我请他来家里为我治疗的。就他这流氓样儿，还会治病？一不叩门，你要是觉得我是流氓，我大可现在就走。叶先生别生气，以沫从小被家里惯坏了，性格冲动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。以沫还不过来给叶先生道歉？要不是叶先生手下留情，你刚才可就受伤了。让我给他道歉，想得美！明明就是他占了我便宜。就你这干瘪身材，我都嫌硌手。你瞎啊！说谁干瘪呢？有种我们再打一场。好了好了，你少说两句吧。以沫，你在外面等一会儿，叶先生要为我施晨毒，不能被打扰。芷妍姐姐，你可得小心点儿，这家伙怎么看都不像好人，孤男寡女的，当心他吃你豆腐。别瞎说，叶先生是正人君子。正人君子，鬼才信呢！治病还需要关着门？我倒要看看你们在搞什么名堂。放松心神，这次我会打算彻底为你拔出残留的情杀，可能会有些疼，你忍着点。好。叶先生，能不能轻点儿？忍一下，很快就不疼了。我去，芷妍姐姐这是被弄疼了。叶先生，我快受不了了。别叫，转过去，趴好。无耻下流大色狼！我就知道他不是好东西，连芷妍姐姐都不放过。哟，治完病了，没累坏大神医吧？煞气已除。多谢叶先生，为了我的事这么晚让你跑一趟，不如留下吃个夜宵吧，我亲自下厨。不用，太晚了，我先回去了。叶先生，我送送你。芷妍姐姐，你不会看上那家伙了吧？我可跟你说，这种人狂妄自大，毫无风度，还色胆包天，你可千万别被他骗了。你呀，就因为叶先生刚才制服了你，你就记上仇啦？谁记仇了？我是怕你沦陷。你知不知道刚才在卧室门口，我听到你叫的有多大声？死丫头，你乱想什么呢？那是治疗的正常反应。切，我才不信。好啦，以沫，你的脾气真该收敛一下了，总这么风风火火的，以后谁敢娶你？对了，我听说这次你爷爷大寿，特意广邀南省才俊，想给你择个良婿。别提了，想想这事儿我就烦。爷爷非说要找个人管管我。南省那些豪门阔少，一个个弱得跟小鸡崽似的，连我一拳都接不住，我才看不上他们。你爷爷说的对，你的确该找个能降得住你的人，好好治治你这暴脾气。治我脾气？哼，本小姐把话放这儿，谁想娶我，先打败我再说，否则门儿都没有。秦老爷子这寿宴排场真是大呀，怕是整个南省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来了。那是自然，秦老是从上京隐退下来的大人物，在南省德高望重，谁不想攀上这层关系？更何况今天还有重头戏。哎，我听说秦大小姐要身材有身材，要颜值有颜值，就是脾气暴了点，总喜欢打打杀杀。是啊，秦小姐放话了，谁想娶她，就得先打败她，这不就是比武招亲吗？听见没？秦小姐要比武招亲，
有的人啊，仗着自己懂点歪门邪术，就以为能上天了。不过这比武靠的可是真拳脚，这福气啊，他是轮不上了。星宇，你妈说的对，这比武超亲简直就是为你量身打造的。你现在可是上品武者，在南省绝对是1等1的存在。就是，星宇哥哥现在这么厉害，要是能被选中，那我们叶家岂不是又多了秦老爷子这么一个天大的靠山？爸，你们放心，秦家女婿的位置，除了我，整个南省没人有资格坐。小陈，爷爷相信你的本事，待会儿如果有机会，你也上去试试。让我跟一个小丫头比武招亲，这算怎么回事？爷爷，这种事讲究缘分，强求不来。妈，你看爷爷摆明了就是想让那煞星被选上。儿子别怕，你现在可是上品武者，那煞星拿什么跟你比？何况我们还有后手。妈，你之前说左大师可以远程给秦小姐下咒，是不是真的？那还能有假？左大师的手段，你又不是没见过。那好，左大师说了，待会儿比武的时候，你只要把这道符贴到秦家那妮子的身上，咒印就会立刻生效。只要咒印发作，他就能任我摆布。没错，到时候你不仅能轻松赢下比武，秦家那妮子还会对你死心塌地。凭你现在上品武者的实力，近身贴个符不难吧？妈，你把心放肚子里，神不知鬼不觉往一个人身上贴张符，轻轻松松。那就好。寿宴马上要开始了，待会儿秦老爷子出来，肯定有献礼环节。严九爷可是特意给你准备了一份大礼，待会儿你必须先声夺人，在献礼环节狠狠压住他们，尤其是那煞星。秦老太爷到！这位就是秦老，好强的气场，赶紧站好，别失了礼数。感谢诸位百忙之中来参加老朽的寿宴，老朽在此谢过大家。寿宴吉时已到，献礼开始。儿子，该我们露脸了，去把九爷准备的寿礼拿上去。好，南省叶家叶星宇，祝秦老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今日我特意为秦老寻得一件稀世珍宝，还请秦老过目。这是血灵芝，这么大的个头，起码有几百年火候了吧？好浓郁的气血味，我光是闻一口就觉得浑身舒坦。这可是无价之宝啊！秦老，这是我们家星宇为了您的寿宴费尽千辛万苦才寻得的极品血灵芝，只要服下，保准您延年益寿，百病不侵。好，叶二少有心了，这礼物老朽很喜欢。能让秦老满意，是星宇的荣幸。大哥，我作为叶家次子，都给秦老准备了这样的重礼。你可是爷爷钦定的叶家继承人，不知道今天给秦老准备了什么惊世骇俗的寿礼。我给小陈准备的礼物，远不如这极品血灵芝，就算拿出来，也要被比下去。星宇，你……我没准备什么礼物。大哥，你可是我们叶家大少爷，来参加秦老的寿宴，居然空着手来，这也太寒酸了吧！凌晨啊，不是我说你，就算你在外面流浪10年，不懂规矩，也不能丢我们叶家的脸。借花献佛，我可不敢。哼，拿一株阴尸血浇灌出来的催命符来给人贺寿。叶星宇，你安的什么心？
放屁！叶凌晨，你少在这里血口喷人！这可是我花重金求来的极品血灵芝，你这纯粹是嫉妒我！好你个煞星，秦老面前你也敢大放厥词？妮子，赶紧给秦老道歉！叶小友，老朽与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何要出言诅咒？秦老，真正的血灵芝香气清幽，而这株灵芝香气浓烈刺鼻，这是长期用阴湿血浇灌催熟而成的毒物，一旦服下，必定五脏溃烂。你胡说！秦老，他从小就是个煞星，被赶出叶家10年，现在却跑回来装神弄鬼，你可千万别信他的鬼话。是啊，这血灵芝看着红光透亮，哪有半点毒物的样子？叶大少肯定是拿不出礼物，故意捣乱的。叶小友，你可知在这南省，当众咒我的下场是什么？秦老，是真是假，找一只活物试试不就知道了？去池塘抓这条鱼过来。怎么试？简单，捏点碎末喂给这条鱼就行。叶凌晨，这可是极品血灵芝，一点碎末都价值100万，你居然用来喂鱼！白，老朽倒要看看，到底是叶家大少在危言耸听，还是这灵芝真有问题。叶凌晨，这条鱼现在还好好的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我就说嘛，这么极品的血灵芝怎么可能有毒？某些人啊，就是见不得别人好。急什么？让血气再飞一会儿。死了！这真的是剧毒，秦老要是吃了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秦老明鉴啊！我真的不知道这灵芝有毒，我也是被人骗了，借我100个胆子，我也不敢害您啊！秦老息怒，星宇他真的是一片苦心，肯定是卖药的黑心商人以次充饱，我们叶家绝不敢对你有半点不敬。是啊，秦老，我儿子虽然愚笨，但绝无害人之心，求您大人有大量，饶他这一次吧。若不是叶大少及时看出端倪，老朽这条老命恐怕就交代在他手里了。秦老，是我叶家管教无方，让这孽障险些酿成大错，惊扰了您的寿宴。今日回去，我定当动用家法，好好管教，还请秦老宽赏他这一回吧。罢了，念在叶家主的面子上，老朽今天就不深究了。来人，把这毒物撤下去，烧了。是。妈的，这煞星居然敢当众拆我台，我绝饶不了你！儿子，没事，待会儿比武招亲才是重头戏，只要你能拿下秦家的妮子，今天丢的脸，妈保证让你10倍100倍的找回来。妈，你放心，秦家孙玉婿的位置一定是我的。诸位，今日除了老朽的寿辰，还有一件私事，想必大家都听说了。我孙女以沫自幼酷爱武道，今日老朽便想借着这个机会，为她择一良婿。对，谁说我也不招？不过我这孙女脾气有些倔，她放过话，想做我秦家的女婿，必须得在拳脚上胜过她。有请大小姐。
秦小姐也太漂亮了，这身材，这气质，简直没得说。要是能把她娶回家，就算天天挨打，我也愿意。好啊，这臭流氓居然也敢来参加爷爷的寿宴！那边那个，待会儿你上来，本小姐一定打得你满地找牙！秦小姐，我乃城南李少杰，愿和秦小姐切磋一二。花拳绣腿，没本事别上台丢人。下一个，我来。秦小姐，看我奔雷手文泰应战！看招！还有谁？秦小姐，叶家叶星宇来会会你。上品武者，总算来了个像样的。来吧，秦小姐，得罪了。好强！叶二少竟能和秦小姐打得平分秋色，看来这次比武招亲的最佳人选，非叶二少莫属了。这是摄魂符。秦小姐怎么不打了？不会是要认输吧？秦小姐，承让了。叶凌晨，你干什么？敢坏老子好事！用下三滥的咒符暗算，你可真卑鄙！你放屁！给我滚开！叶小友，你为何干扰比武，还打伤你弟弟？秦老，您自己看。破！我刚才怎么了？邪道咒术！叶星宇，你竟敢对我孙女使用这种下作手段！秦老，您别听那杀手胡说，这根本就不是什么符纸，肯定是秦小姐自己练功走火入魔了，是叶凌晨故意陷害我儿子。陷害！当年我体内的煞骨，还有玲珑商会苏芷烟中的情花骨，包括极品血灵之里的阴尸血气，以及这张摄魂符，全都出自同一人之手。说，你们背后之人到底是谁？我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不承认是吧？好痒，好痛！饶了我！我说，我全都说，是阎罗堂，是九爷和左大师。阎罗堂当年的账该清了。